哎，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这个大胖媳妇像个老实人？你相不相信她在铁岭也耍过臭无赖？消费之后不给钱，她是在哪个领域上犯的事儿呢？是我们东北独特的自身表皮清洁领域，俗称搓澡。她在这个圈名声不太好，当时被铁岭相关部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禁搓、禁蒸、禁奶浴，专治她跋扈的小情绪。其实我这大胖媳妇吧，本来是个爱热闹的人，这铁岭的娱乐活动她都喜欢。就这个玉石搓澡的事儿，刚开始不好意思，但是他也是有自己的原因。他认为呢，有些事儿要聚，有些事儿要分，啥事儿不宜组团撸、结婚和搓搓。他就是不能想象一群大老爷们在一块儿泡一块儿搓，这么个宏伟蓝图吧，就是。我有个好朋友，她老公是苏格兰人，叫大卫，大卫可帅了，大卫。大卫在铁岭呢，就一次偶然的机会体验到了搓澡，从此就爱上了这个产业。但后来呢，就没有人再领他去了，他还就想这个事儿。完有一次就是非常委婉的找到了我老公，就是跟他表达了一下想结伴一块再去一次的这个心愿吧。完我老公还埋汰人家说你不尴尬吗？一群人一块搓澡，你是不是自己就本土民族文化漏风？苏格兰小裙穿身上，腰间盘旋着小放浪，你不好意思吗？大卫给出的解释其实非常有道理，就说人世间这些硬汉之间的尴尬呀，其实说到底都是因为不彻底。你也浓，我也浓，辽阔的澡堂心重重，好汉不怕一起搓，怕的是躲闪的小朦胧，小呀小朦胧。真进那屋了，大伙都一样，你就不羞涩不尴尬了。我老公说行吧，完俩人结伴就去了。我还怕他俩这个东北话听不懂，到时候人搓澡的时候干巴了不动地方，我让我小弟陪着他俩去的。结果到那儿了，哎呦我大胖媳妇就嗨了，老爱泡了，泡完还上那小木屋蒸，完蒸完之后最后上的搓澡台嘛。到搓澡台上，哎呀，俩搓澡师傅还因为蒸要搓他，还干起来了，给我老公感动坏了，上去告人家谢谢你对我的热情。结果让人家搓澡师傅无情打脸，我夜情啥夜情，人家俩打赌，看你搓的啥色儿的，这不也黑的吗？我以为那是白的呢。完人搓澡师傅就开搓嘛，我老公这辈子没见过搓澡巾是什么玩意儿，给他搓的吱哇乱叫啊，就喊他小舅子，这搁哪来的一个暴躁的民间艺人，就在我身上拿砂纸就抛光啊，这是。给我小弟喊的吧，就挺烦他，就觉得他挺聒噪的。反正搓澡师傅问我小弟说他这个外国友人喊啥呢？我小弟说的啊，那个他说他挺吃力，觉得你没劲儿，让你要点香。完这搓澡师傅被激着了嘛，可要香了。搓完我小弟问他总体感觉咋样？我老公说，我感觉我自己薄了。完搓完这澡不就得上沐浴露吗？但是像玉石这种批量大的地方，他们都把那个包装给换了，换成大桶的，就那种大白桶。我觉得咱东北孩子应该都看见过，因为经常有人也拿它装散装白酒。完给那苏格兰的大卫下过象，你告诉老公，你准备好吧，我手上鼓着这桶，一会儿要给你上汽油了，上汽油了。然后之后就是展示我老公人性弱点的时候了嘛，他就看这搓澡台附近有袋装奶，完就管人要，人说的你咋要加项啊？完我老公也没听懂，就是啊，然后这奶就倒他身上了，给我老公吓一跳。你往我身上倒奶干啥呀？能变白。你嫌我不够白？能更白啊，那加吧。他这边加完奶呢，我老公发现人大卫做的跟他不一样，他就问人搓澡的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，然后搓澡说人家加的是盐。我老公说那我也要加，人说的那你整反了，应该先加盐再加奶。完了我这大胖媳妇是攀比心就上来了嘛，就凭啥他盐我甜呢？我也是可刚可绵，加完盐以后呢，我老公又发现那儿有一个饮料瓶就可以呲水的那种，我问人家那个是啥，人说那是醋，你加呀。我老公问那我刚变白你又整黑了吗？人说的这个是软化死皮的。我老公说就你刚才搓我那个劲儿跟盘古似的，我现在还有皮吗？人搓澡给他解释嘛，就是这是两种皮，人家这醋管的是老化的废皮。我看你吧长得也是挺着急，你新陈代谢这方面应该也是没搂手刹车，你看你的眉毛都白了。我老公那不是盐吗？你刚撒的，加醋也加。完旁边躺那个苏格兰的大卫闻着味儿了，问我老公，你说咱东北人护肤怎么老用食材呢？感觉像要给咱俩蒸了。反正我这大胖媳妇就上了这搓澡台就不下去了。他以为是咋回事？他以为这18块钱的套票就随便加项，就这老多调料随便放。他寻思那既然都一个价，那使劲放呗。那万一哪个调料突然间就好使了，就是美体了、焕肤了、性感的臀线突出了，那不都挺值吗？所以他这澡洗老长时间了。完我当时正搁外头等他，我搁那打电话呢，就听前台有人说有个老外搓完澡不给钱，我赶紧跑回来了，看我小弟搁那结账呢。
我一看我这败家大胖媳妇下了6个单子，完还霸王戳赖账，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套票里包含的呢。后来让我给解释的，完事人家澡堂还给打个折，老实了，把钱交了。出门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下6个单子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说我寻思都免费的嘛，我瞅那搓澡师傅性格也是个弄潮儿吧，我瞅他像要和饺子馅儿的架势，我寻思那就别清汤寡水的都下了吧。这他是没有，要有的话就是葱花香菜辣椒油我都可以放。哎，这昨天不是西方的万圣节吗？吓人呼啦的。但是吧，我感觉今年国外这个情况呢，好像也不用特意额外花钱制造恐怖气氛了，差不多到量了。所以我吧不知道别处，伦敦俺家住的地方，节日气氛反正不是很浓郁。但是俺家翟耀达呢，却是特别开心，因为他又看到了老朋友拉斐尔。这拉斐尔呢，是我女儿翟耀达幼儿园最好的玩伴。后来幼儿园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两人都在奔赴各自学前班路途的滚滚红尘之中，迷失了彼此。相隔数月，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终于在炸鱼薯条店门口转角遇到了思念的那个他。正好呢，拉斐尔他妈回他老家去了，我回国了。就拉斐尔他爹老拉菲和翟耀达他爹老奥仔两个孤独的灵魂，寻思就都跑俺家一块过鬼节去了。哎，你别说拉斐尔是个小海王，你看人名起多文艺复兴。我是咋认识他的呢？当年我领我姑娘上公园去玩去，完就看着一个面带微笑的这么一个小帅哥就朝俺家走过来了，然后他自信地拉起了我女儿翟耀达的手，就朝不远处他妈妈的方向走去，然后在骄傲与淡然之间吧，就整了个手势告诉他妈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当时他妈，哦，我亲爱的小拉菲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这一套。然后跟我说，糟蹋的妈妈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个了。哎呀妈，给我逗稀了。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小拉菲。完，他俩昨天晚上呢就都上俺家来玩了一会儿，这小孩圣诞节这装神弄鬼这游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这种同感哈？就这一年在国外跟这帮外国人过这个万圣节哈，就是咱也理解，就是咱得是就入乡随俗嘛，但是我就完全 get 不到他的嗨点在哪儿。就这个节日，我就回想当年在加拿大跟他一块过这个万圣节哈，我公公60多岁老头提了这个就淌着血的道具手，就老假了，那流窜一晚上自嗨，那家摇哪儿的摇啊，逮谁吓唬谁。关键被吓唬那个也60多岁了，还坐过大桥，那家俩人一个完另一个还有那往年的伦敦，一到万圣节的晚上，你就看着这些年轻人都给自己画上这个万圣妆容去参加各种 party， 因为万圣节也是变装节嘛，就是你要给自己打扮成一个你想象中的角色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就绝大多数的真是就一点新意也没有。你往那个伦敦地铁上放眼望去，2大排基本都一个造型，凌乱金发护士妹，眼角2滴血色泪。当然了，我理解不了，也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对他们文化中很多细微的东西我还是不够了解。那就像我老公来中国也没少待，但是有很多咱们眼中就老简单的事，在他眼中都是个谜。我今天给您讲一个他当年说的一个乐的事啊，我自己觉老逗了，就算万圣节大酬宾吧。这万圣节它和清明节相似，源头上它不都是关于逝去的人的一个节日吗？然后有一年清明节呢，我老公就跟着俺家人去扫的墓，完扫完墓呢，我们就都到这个扫墓这个统一的地点烧了点纸。完我老公就问我，就是这些烧掉的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我说就是按照传统呢，我们觉得逝去的人他需要啥，我们就给他烧点啥。哎呀，就是寄托思念呗。以前呢，就大伙都在就是自己家附近找个点儿各自烧，现在讲规矩讲文明嘛，就都要在统一的地点烧。我老公说啊，哎呀，之后很多年呢，人家一直记着这番话。完有一年我跟他俩在铁岭打车，我也忘了去哪儿了，他就往窗外瞅啊，就看见路边的街道上，尤其是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，就是有很多小火炉，火炉后边呢就总会有一个人一边扒苞米一边烤苞米。是东北人都知道，这也算是就东北一景了。完我老公感叹了，你老说东北人爱吃苞米，刚开始我也寻思那爱吃还能有多爱吃，现在我终于信了，人都没了还要苞米呢，这真是跨越时空的红尘的爱呀，是了不得，这是。